还愿是一款背景设定在台湾80年代的叙事型恐怖游戏。在分享彩蛋和冷知识前，先让我们用短短的3分钟来重新复习一下还愿的故事。男主角杜丰瑜是一名编剧，他的老婆巩俐芳是一名艺人。根据先前预告可以推测，两人是于拍戏时相识，便开始了这段恋情。两人结为连理，于1975年生下了杜美心。1980年，两人抛售祖宅，入住新家，巩俐芳也息影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。1985年，美心在学校昏倒，送医后查不出病因，医生建议转诊精神科。在那个年代，许多精神病患甚至是精神科医师都会被贴上神经病的标签。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亲生女儿身上，任谁也无法接受。再看看1980年美心的房间中那一叠叠越堆越高的书本，就可以知道父亲对自己女儿有多大的期望。然而，这望女成凤的期盼，却也导致了美心的压力，再加上父母长期的争执，久而久之也激出了病来。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，只好依靠最后的信仰宗教，希望能借此找到拯救美心的方法。靠着公寓中的广告文宣联系上了何老师，并要他放心，只要拿出诚心，向慈姑观音所求之事一定都能达成。直到有一次，美心的病情好转了，但治好她病的并不是慈姑观音，而是和父亲在一起折郁金香的那一段时光。如同游戏中《花与爱》这本绘本一样，爸爸相信只要和书中的丰饶神一样去求神，诚心的向慈姑观音请愿，女儿的病情就能够好转。但事实上，女儿需要的只单纯是她最珍贵的爱。花开不起来，那就用鲜血去浇，浇到花开为止。但最终，这朵花还是撑不了果实的重量，倒下了。爸爸的迷信，就连妻子也看不下去，决定离开这个家。在那个男尊女卑还盛行的年代，想带着孩子离开家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他老婆也不断劝说，希望他睁开双眼，看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要再迷信下去了。但他却将妻子当成被鬼怪附身的魍魉。游戏中，他老婆追着他，到最后跑进了挂有慈姑观音像的电梯，而原本是鬼怪的妻子，也在最后化为人类，想将他给拉起，但还是没能阻止坠入慈姑观音迷信深渊的他。他照着何老师的指示，一步一步做，最后强迫美心泡入药酒内，却再也不省人事。保证有问必答的何老师，在出事后再也没接过他的电话。但当他看清这一切时，都为时已晚。女儿没了，老婆也离去，屋内物是人非，只剩自己独自坐在电视前，期盼再次看到女儿在电视上演出的模样。他把生活写进自己的故事里，但最后理想的结局和现实却还是背道而驰。事件爆发过了7天之后，何老师所属的陆星助法会也发出了声明，表示慈姑坛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信众私下行为。这也是前导 ARG 中巩俐芳的侄子巩少华一直在调查的事情。想了解更多的，可以观看我 ARG 的纪录片。游戏中慈姑观音的概念是取自于现实中的侧神子姑，主要祈求家庭和睦及保平安。子姑因外表靓丽，被富贵人家纳为小妾，但也引来了正宫的不满。在正月15日元宵节这天，惨遭正宫虐死于茅厕之中，被封为了侧神。而游戏上市日1月19日也正逢元宵节。发生意外的1987年10月7日，也正逢当年的中秋节。刚好也遇上了所谓的半影月食日，古代人对这种现象多半感到恐惧，各个地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传说。一直到现在，许多宗教也都为月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观落阴也称作观三姑，是一种让活人的魂魄进到阴曹地府旅游的仪式。通常这种仪式会有一位带领者，经由赤文烧化至阴间申请通过后，才能够依正常管道进入地府。除了正式申请带领之外，部分宫庙也会用偷渡的方式进行，以假扮鬼魂的身份进到阴间地府。假若被阴差抓到，多半都没有好下场。
进到地府可以观察自己的本命数和元辰宫，看有无异状或特征。游戏中的本命数树枝歪七扭八，分支多，树叶光秃，代表的是家道中落、子女家人感情分散以及福报已用尽。有网友推算了美心的生日，以及解析了出生于1975年兔年的整体运势。当年出生的人年少时挫折会很多，但如果撑过去之后，后续的人生将会很顺遂。只可惜美心就是没能跨过12岁这个坎。而杜丰瑜的生日是美心弹钢琴相片中的拍摄日期，7月16日。这一天出生的人常常会压抑自己，或想去改变别人的意见和宗教，有时也会不听别人的劝告，滥用金钱，使家庭陷入绝境。游戏刚开始出现的红伞，通常作为陪嫁品，也是吉祥如意的象征。颜色越红，越充满正气，邪魔歪道也就无法入侵。纸扎人是送给往生者的礼品，用来接引往生者前往西方极乐世界。而游戏中的纸扎人代表的分别就是杜丰瑜和巩俐芳夫妻俩。在传统习俗中，入住新家前会先祭拜被玉皇大帝派来人间的地基主和地基婆，来保佑入住的一家人健康和财富。女儿红是从前生下婴儿后，都会将一罐花雕酒埋在地底，如果是男婴就叫做状元红，如果是女婴则称作女儿红，一般会在出嫁的时候作为迎宾所用。雨伞节是一种毒蛇，但是性情十分的温和，通常不会轻易发动攻击，除非受到相当大的威胁。受到惊吓时，会把身体盘成8字形或者迅速逃走，也可能在暗指妈妈回来后发现美心身亡，在受了严重的打击后杀害了杜丰瑜，酿成了更大的悲剧。这样一来，也印证了杜丰瑜已死一说。黄色郁金香象征着高贵和财富，或许就如同父亲一样喜欢追求名利、爱面子。但另一方面，黄色郁金香同时也代表着这家人无望的爱。主画面和游戏中播放的歌谣取名叫做《十殿阎君》，是由吕柳仙老师以2瓜的形式自弹自唱。这种曲艺形式通常会带有故事性，而《十殿阎君》中讲述的就是冥界10位阎罗王的长职和罪人所受到的不同的惩处。我家狗仔被害，阎君破断来投胎，来到原主北岛来。生日蛋糕上的蜡烛4和9，4的谐音和死非常相似。而过去的人认为，只要逢9就会多灾多难，所以老一辈的人呢，通常会有逢9不过生日的习惯。2013年，台湾的一宗命案——日月民工虐死案，就发生在彰化县。一位妇女因为怀疑就读高3的儿子吸毒，在她加入日月民工后，将自己的儿子带至灵修会所戒毒。这段期间内，遭受到各种殴打和禁食等虐待的手法，导致儿子营养不良身亡。游戏中，1985年8月23日这一天，屋外风雨交加。在历史上，这几天真的遇上了中台尼尔森，造成了4死2失踪、24伤的灾情。父亲杜丰瑜所属的文影电影公司，其实在现实是于1954年成立的中影电影公司，原本叫做中央电影公司，是当年台湾最具规模的电影制作公司。七彩新舞台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在现实中叫做五灯奖，可谓台湾当时歌唱选秀节目的鼻祖。许多知名艺人，像是张惠妹、吴宗宪、蔡小虎等人，都有参加过五灯奖。赤足在节目各个部分还原度也都相当的高。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8，再来88，再来88、88、88，还有没有再来一分？88、88、88、88，再来一分。马上来看看卫冕者的分数是17，拜托灯数快点，18、18、18、19、19、19、19、19、19、19、20、20、20、20、21、21，再来一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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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吗？21，怎么可能？22分。游戏中许多产品的贴图和电视上都有赤足员工的身影出现在上头。看来他们除了做游戏之外，还要会演戏，甚至是组织一个邪教团体呢。从各个角度来看，
还愿不论是在资料的搜集，还是文化习俗的考究，都十分的用心。从返校开始，也一直告诉我们，可怕的永远是人心。杜丰于的迷信酿成了这起悲剧，也同时带出了台湾当年许多的社会问题。若有来世，你还愿意吗？你还愿意再给杜丰于一次机会，重新嫁给他吗？你还愿意张开双眼，正视自己所犯下的过错，不再迷信于慈姑观音吗？你还愿意再给你的爸妈一次机会，来圆满这个家吗？或许这个游戏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